作为全村唯一的电影解说博主，接下来我将用20年时间为大家解说1万部以悬疑、惊悚、变态为主题的电影。而今天这部《莫比乌斯》将作为我解说的第40部作品。这男的在外面搞破鞋，他躲在客厅墙角，正跟外面那女的煲电话粥，结果被老婆逮了个现行。老婆气得不行，直接扑过去抢手机，俩人就这么撕扯起来了。他们儿子小赵呢，坐在沙发那头就这么看着。很明显，这种事见多了。在这个家庭里，孩子不是爱的结晶，而是暴力的旁观者。这种麻木其实是心理学上的一种防御机制，当伤害无法逃避，人就会选择情感封闭。这也预示了小赵后来性格巨变的根源。老公出轨还动手打人，老婆心里的恨越积越深。等到半夜男人睡熟了，她强忍着怒火，蹑手蹑脚摸到床边，手里攥着把削水果的刀，慢慢把刀伸进被子里。但这男的睡觉轻，一有动静就醒了，反应还贼快，抬脚就把老婆踹下床。老婆本来就憋着火，被踹了一脚，这下更生气，立即爬起来又扑了上去，两人瞬间又打成一团。可她到底是女的，力气根本比不过男人，没几下就被男人直接扔出房间，紧接着门从里面锁死了。她在外面怎么哭喊都没用，这口气没地方撒，她彻底疯了，把火全撒儿子身上了。于是她拿着刀，眼神吓人的进了小赵房间，只听见刀划过肉的声音，小赵疼得在床上缩成一团。他爸听见动静赶紧冲出来，一看儿子坐在血泊里，老婆手里还拿着血刀，他瞬间明白了，一抬手就给了老婆一巴掌，然后伸手要被割下来的东西，谁知道老婆突然笑起来了，那笑容跟疯了似的，眼里全是报复的快意。更绝的是，他直接把那东西塞嘴里，硬生生吞下去了。这里有个极度病态的隐喻，妻子吞下零件，不仅是为了让儿子无法复原，更是为了在象征意义上占有并毁灭男性的性征。她无法毁掉丈夫，就毁掉丈夫的生命延续。这种报复带着一种近乎宗教仪式的疯狂。他爸又急又气，但也没办法，只能赶紧抱着儿子往医院跑。那东西被老婆吞了，根本拿不回来，医生只能给小赵包扎止血，没法接回去了。小赵少了这么重要的部位，生活各种不方便，连站着上厕所都做不到。他爸看着心里难受，觉得都怪自己。为了补偿儿子，他去找医生，说要把自己的给儿子，但这种移植手术现在还没成功过，医生也没辙，只能先把他的取下来，放冷冻环境里保存着，等以后技术成熟了再说。在电影的美学体系里，父亲的这种行为既是赎罪，也是一种变相的物化。他试图用器官的替换来抹平心灵的创伤，但这真的能换回一个健康的灵魂吗？这天早上，老赵送儿子上学，半路上小赵说要上厕所，偏偏路边公厕里正好有个男生在尿尿，小赵硬着头皮进去了。就算他很努力对准，尿还是洒的哪都是，鞋都湿了。旁边的男生看傻了，忍不住嘀咕，这么大池子还能尿歪？结果厕所里那男生专门叫来2个同伙，3个人把小赵按住了，非要看看怎么回事。等他们扯掉小赵裤子，3个人都看呆了，眼神里全是惊讶和嘲笑。正好这时候，他爸看见儿子被欺负，立马冲过去把那几个小子推开了。但这年纪的男孩都愣头愣脑，不想就这么算了。趁老赵不注意，3个人又围上来，对着他就是一顿胖揍。小赵就像泄了气，只是站在边上发抖，一点反抗的胆子都没有。从那之后，小赵整个人都变了，他把所有错都怪到爸爸头上，毕竟这一切都是他爸出轨惹出来的。他跟老赵大吵一架之后，自己跑到外面便利店，这老板娘长得挺好看，小赵平时就喜欢假装买东西，其实是来看他。老板娘是女人，早就看出他的心思了，对他也有点意思。两人对视的时候，眼神都粘在一起了，气氛有点暧昧。可没想到，之前那3个欺负他的坏学生正好从店门口过，一眼就认出小赵了，马上把小赵叫出去。刚出门，3个人就动手扒他裤子，想再羞辱他一次。小赵死命护着裤子，不让他们得逞。老板娘在店里看傻了，心里纳闷，现在小孩都玩这么野的吗？就在小赵快撑不住时，恰好有3个流氓正好路过，上去把那3个男生赶跑了。但这几个混混帮忙可不是什么好心，带头的叫大武，看老板娘长得漂亮，马上招呼兄弟进店喝酒，眼神贼兮兮的。老板娘给他们拿酒时，大武的手就不老实了，故意占便宜。老板娘也不是软柿子，一个大逼都甩在大武的脸上，转身回店里继续整理货架。没想到大武恼了，直接走过去，一把把他抱进里屋。他那2个兄弟也很配合，立马把店门关上了。小赵一看，赶紧冲上去想救人，但他年纪小，根本打不过那2个混混。紧接着里屋传来老板娘的惨叫，小赵听见后整个人瘫在地上，心里全是无力感。就这样，3个混混轮流糟蹋了他，最后还逼小赵进去，让他也成为帮凶。小赵知道不照做，他们肯定不会放过他，没办法，他只能假装听话，在里面随便应付了几下。正哭着的老板娘发现小赵不对劲，一下就明白了他的秘密。那一刻，2颗同样破碎的心，同样被生活踩在脚下，
产生了一种畸形的连接。这里的心理转变非常关键，小赵从受害者被迫转变为施害者，这种身份的模糊让他彻底丧失了对道德的坚守，而老板娘对他的发现则是两人合作报复的前奏。警察很快就顺着线索找了过来，把他们几个全抓了。他爸听说小赵被抓，赶紧跑到警局，一口咬定肯定搞错了。在他看来，小赵现在这身体根本不可能干这事。警察听了也半信半疑，为了给儿子证明清白，他爸当场就要解开小赵的裤子，小赵瞬间炸了，一脚把他爸踹倒，像疯了一样往他爸身上踩，旁边那几个混混都看傻了，没想到这小子比他们还狠。警察一看，赶紧叫同事过来，一个人把小赵按住，另一个强行扒了他裤子，裤子一脱下来，在场警察都愣住了，旁边那几个混混看见，全都忍不住笑出声，这笑声又把小赵激怒了，他挣脱开冲上去，对着大武一顿狂揍，把憋了这么久的情绪全都发泄出来。因为小赵确实没那个条件，最后也没受什么处罚，就被警察教育了几句，就跟他爸回家了。之后的日子里，父子俩一直关注器官移植的新闻，盼着能有奇迹。有一天看到条消息，国外成功做了这种移植，两人一下就高兴了，觉得小赵有救了，但刚燃起的希望马上就被浇灭了。原来这个成功的手术有严格的条件，捐的人和接受的人年龄差不能太大，他跟他爸的年龄差明显不符合。小赵郁闷到极点，一个人来到便利店，跪在老板娘面前，为自己当时的无能道歉。老板娘手里拿着把刀，眼神复杂地看着他，突然举起刀，一下扎在小赵肩膀上。小赵不但没躲，反而伸手握住刀把，轻轻晃了晃。剧痛传来，他脸上却露出诡异的快感，这在心理学上叫痛觉替代。当一个人内心的痛苦大到无法承受时，他会通过肉体的极端疼痛来刺激大脑，产生多巴胺。这种以痛代愈的行为是整部电影最诡异、最符合莫比乌斯环逻辑的设计。痛苦与快感在这一刻竟然是同体共生的。老板娘一下就懂了，小赵是用疼痛刺激来麻痹自己。最后两人以血为盟，定了个周密的计划，准备一起报复大武。几天后，老板娘主动出面，把大武从警局保出来。大武看见老板娘还挺得意，傻乎乎以为征服了他，对他一点防备都没有。老板娘把大武带到店里，陪他喝了几杯下肚之后，大武有点醉了，开始对他动手动脚。老板娘装作顺从，主动坐到大武身上，顺势把他头推到桌子下。大武还以为这是什么刺激玩法，躲在旁边房间的小赵这时候悄悄出来了，眼神冰冷地盯着大武。老板娘觉得时机到了，拿起旁边的刀，大武疼得直抽搐，但脑袋卡在桌子下，根本动不了。小赵趁机扑上去，死死按住大武，不让他动。紧接着老板娘手起刀落，然后把割下来的东西狠狠扔到一边。小赵突然想起之前看的移植新闻，他眼睛一亮，冲过去抓起来就往外跑，想赶紧去医院移植。大武反应过来，忍着剧痛站起来，拼了命地追出去。就在大武追上伸手去抢的时候，小赵手一滑，狗东西直接飞了出去。正好一辆大卡车开过来，伴随着刺耳的刹车声，那东西被车轮碾碎了。小赵和大武这下彻底成了同病相怜的人。这一段的情节张力极强，大武的零件碎裂象征着暴力的终结，也象征着小赵最后一丝幻觉的破灭。在这个闭环里，没有人能通过夺取别人的东西来完整自己。很快又过了几天，父子俩又看到好消息，移植技术有重大突破，之前的限制都没了，不管年龄差多大都能做移植了。他爸高兴坏了，马上联系医生安排好了手术时间。小赵被麻醉后慢慢推上手术台，医生取出之前冷冻的，顺利移植到小赵身上，但手术后新装上的却没反应，一直没动静。医生想了各种办法，试了各种刺激手段，但就是一动不动，所有人都觉得失败了。小赵也彻底绝望了。小赵不死心，找老板娘帮忙，但老板娘试了半天还是没用，两人只能接受失败了。然而很快事情出现了意外转机，离家很久的妈妈突然回家了，她心里很愧疚，觉得对不起儿子，于是走到小赵身边，想好好安慰他。震惊的是，妈妈一靠近，小赵竟然有反应了。旁边他爸也发现了，满脸惊讶。妈妈看到后更是不敢相信，但她很快就猜到原因了。她猛地扒开老公衣服，果然跟她想的一样。这是全片最震撼、最令人极度不适，却也最深刻的转折。在生理上，他是父亲的零件；在社会关系上，他是儿子的身体。当这个零件对着母亲产生反应时，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生理反应，而是对这个家庭伦理的彻底嘲弄。它象征着原罪的传递，父亲的罪通过身体流向了儿子。莫比乌斯环在这里完成了最黑暗的闭环。他爸无法接受这结果，像疯了一样拿起刀想把小赵身上的卸下来。小赵吓坏了，拼命抵抗。妈妈不想儿子再受苦，在旁边死死拉住老公，不让他伤害儿子。于是三个人扭打起来，直到累得不行。这个本来就破碎的家终于彻底崩溃了。绝望到极点的他爸从抽屉拿出把枪，眼神空洞地看着眼前。
想用这种方式结束一切。妈妈想最后看儿子一眼，然后跟儿子道别，但他爸死死拦住他。他没有反抗，脸上露出解脱的平静，默默接受了命运。2声枪响划破了寂静，惊醒了睡着的小赵。小赵慌忙冲出房间，眼前的景象让他愣住了，父母都倒在血泊里，巨大的刺激让他疯了。他拿起地上的枪，毫不犹豫扣动扳机，彻底斩断一切的小赵选择了出家当和尚。当他遁入空门那一刻，没人知道他能不能真的放下过去，重新开始。电影最后一个镜头是他在寻找某种神性的救赎，但金基德导演在结尾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问号。那个曾经植入他体内的带着父亲欲望和母亲仇恨的零件，真的能随着这一身僧袍而消失吗？莫比乌斯环看似断了，但它是否早已刻进了他的骨髓？金基德用最变态的方式讲了一个最纯洁的故事，关于罪人如何通过毁灭自己来寻求原谅。也有观众说，看完这部电影，我觉得身体某处隐隐作痛，它像一把钝刀，一点点割开文明的皮肤，让我们看清底下那些扭曲的、不忍直视的原始欲望。其实我们每个人心中可能都住着一个莫比乌斯环，有时候是放不下的执念，有时候是摆脱不了的家庭阴影。电影里的家庭选择了最惨烈的方式去剪断这个环，而现实中的我们或许更应该学会在欲望萌芽之初就保持那份清醒与克制。好了，今天的精讲就到这里。这部电影是否也让你感受到了某种心灵的震颤？我是黄毛，咱们下期再见。